你干什么呀？你妈跟你哥又不是外人，就算知道了你不孕不育，你也不用发这么大的火吧？我不孕不育？我他妈又没碰你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孕不育？我都看到你的药了。我的药？什么药？治你不孕不育的药啊！喏，就这个。这是我妈让我给狗买的药，治疗狗的不孕不育，是狗不孕不育，不是我。既然你说我不行，那正好，今晚试试，让你知道知道我行不行。不是，阿莎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哎，你不是说我不孕不育吗？那正好，今晚我可以验证一下，一胎5宝怎么样？4宝、3宝也不错。不要，我不要跟你生孩子。你越反抗，我就越心；你越不想生，就偏让你生。我说，我跟你生。好啊，那我满足你。完蛋，怎么办？套路猪牌啊！喂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干什么呀你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了，这不是江城首富太子爷萧灵业吗？谁把他们弄走？我给他1个亿！谁把他们弄走？我给他1个亿！喂，你刚刚说的话还算话吗？是。起开！我这算是救命之恩吧？这张口就要钱，难道我被做绝了？但我先声明一下，我不要钱，不要钱？那可是1个亿啊！我要你的人。什么？你要我？女人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口出狂言！萧灵业，萧家2少爷，抽烟喝酒打架样样精通。6年前把你爸气进了 ICU， 之后就被送去出国留学。说的好听点叫留学，说的难听点叫管教。这女人竟敢调查，看来还觊觎本少爷已久。我想跟你协议结婚，1年之后离。1年后离婚？难道这个女人跟我结婚是为了应付家里？刚好我家里也催我结婚。我刚刚那可是救命之恩呢，二少爷，你该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不就是1年假结婚吗？结啊，有什么不敢的？那来看镜头，3、2、1，合作愉快。顾子怀，你想干什么？叶纳西，我们马上就要办婚礼了，你却跟一个野男人鬼混，这个野男人又丑又娘，哪里比我好啊？你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吗？他是谁啊？萧家2少爷萧灵业，他最近刚从国外回来，今天我在跟他谈合作。他就是萧家2公子，我就说怎么这么贵胄天成，气度不凡。你们谈什么合作？刚好我家资金最近周转困难，银行一直在催。一笔价值上亿的合作。哎，太好了！等你这笔合作谈成之后，你帮我把我们家的欠款也还了吧。我们家欠的债也不多，也就2个亿。
行啊，王妈，我行李呢？小姐，南希，你拿行李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打算3天之后办了婚礼再搬过来？对。老公，是时候把咱们的婚房给收回来了。毕竟这所有的家具，包括你们的床上用品，都是我亲自挑选的。一直以为这是我和顾子怀的婚房，没想到我才是第三者。顾子怀，你以前对我说过的承诺，还记得吗？我最近工作太忙了，记不得。你不要看一个男人说了什么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你看啊，我对你多好啊！南希，别哭了。以后我就是你的左膀右臂，我会像你爸妈一样爱你护你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顾子怀一开始就是算计好的，他就是为了我的家产而来。现在我也要让他尝尝被算计的滋味。喂，爸，南希跟萧家二少谈了一笔过亿的合同，你赶紧跟银行说，再贷一笔款出来，我们先度过一下这个难关。南希说了，会帮我们还钱的。太好了，我这就跟账行长打电话。等我跟叶南希结了婚，叶氏集团就是我的了。Doesn't make sense now. Shit just got real, things are getting intense now. 喂，叶南希，顾氏集团正在找银行借钱，说和我萧家谈一个大项目，等项目谈成了就把钱还了。对，是我跟他说的。好，听你的，借。完了，你弟中邪了。不像中邪，像发情。都听到了？我们什么都没听到，我们只看到你对着手机傻笑呢。跟谁打电话呢？这么开心啊？我的老婆。你老婆 ？Amazing！ 你老婆？对，结婚了，今天更。感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我小儿子终于有人要了。我老公去世的早，我大儿子又瘫痪了，我小儿子全部的重担都在他身上了。哎呀，祈求菩萨保佑，保佑我小儿子一胎五宝。不行，三宝也行啊，三宝也行。妈啊，不至于啊！白夜，那个你老婆是谁啊？对呀，怎么不带回家来看看？对呀。证都领了，什么时候搬过来和我一块住？我还有点事，3天之后吧，我过来找你。3天后你们就都知道了。萧灵叶，传闻你为了争夺家产，害死亲爸，暗杀亲哥，导致哥哥终身残疾。可你今天居然被几只小狗吓到了树上，如此胆小，还真不像传闻中的那样。但不管你是怎样的人，这都不重要。等我搞垮了顾氏，就跟你离婚。叶小姐，你老公给你伴娘选了一套高定礼服，比你的婚纱贵10倍。老公给我挑的新战袍，今天又被宠成小公主了呢。希望3天之后，你还能笑得如此开心。
顾总，您那5000万贷款应该已经到账了吧？到账了，到账了！哎呀，感谢张行长啊，雪中送炭呐！等我这儿媳进了门，马上让她还你。我再信你一次。哎，对了，我前几天啊去萧氏集团打听，你这个儿媳啊，还真跟萧家搭上了线嘞！你这个儿媳啊，牛！新郎新娘到了。哎呦！啊，这就是新娘，真好看啊！哎，太有气势了。我记得新娘不长这样。是啊，这是谁呀？是长这样，不认识。今天你和南希的婚礼，你别分不清场合，给顾家丢脸。妈，玉柔怀孕了，孩子是我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哎呀，那真的太好了，那我要当奶奶了。Walking up alone and cold 내 외침을 던져 南希，今天是我们婚礼，你怎么没穿婚纱？是啊，南希姐，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？你不允许我跟你穿一样的衣服，我都换了个款式了。这就是你老公给你买的新战袍啊，我挺好看的。你老公眼光不错嘛，你说对吧？南希，今天是我们婚礼，你说这个干嘛？沈月柔身上的裙子是你给她买的吧？你给我买的婚纱28000，你给她买的伴娘裙288000。我看你真正想娶的人是沈月柔吧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天哪，对呀，这怎么能这么做呢？这样啊，我还想娶南希，招待不是这样的。混账！赶紧给叶南希道歉！今天无论如何得让叶南希嫁进我顾家，不然银行贷款谁来还？南希，月柔的裙子确实是我买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价格，我不知道这么贵。南希，我想娶的人是你，你相信我。南希姐，不知道你这么介意这件事情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就把这条裙子脱下来还给你。沈月柔，你穿着我老公买的裙子，喊我老公为老公，你现在还在这儿委屈上了？天哪，现在的小三真是越来越不要脸。叶南希，你今天嫁给我儿子，就是我顾家的儿媳，你就得守我顾家的规矩。我顾家的家规第1条就是以丈夫为天。我妈说的对，你嫁给我，以后就得听我的。叶南希，月柔是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，她跟我儿子一向亲近，他们并不是你想的那种肮脏的关系。你赶紧跟月柔道歉。对，我一直把月柔当妹妹，她不是小三，你必须给她道歉。妹妹，你把沈月柔当妹妹，那你敢当着诸位宾客的面发誓，你如果跟她睡过，那你们顾家破产。怕了吧？太刺激了吧！婚礼现场变成撕逼现场，顾家这下可丢大脸了。怎么不敢吧？因为你跟沈月柔早就睡过了。还有这种事情，这个真是叶南希，脏啊！我作为你的准婆婆，今天我必须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就算我儿子跟月柔有什么，你也得忍着点。他是你丈夫，你得维护他和我们顾家的尊严。怎么动手了？怎么这样？叶南希，你没事吧？你疯了吧？你敢打我妈？是你妈先打的我，我回手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跟个疯子一样啊！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就是因为我以前不会这样，所以才被你和小三踩在头上。顾子怀，我告诉你，这婚我不结了。这可由不得你！你们俩不是已经领证了吗？对，我们领了证，就算没有办婚礼，你也是我的合法妻子。阿姨，这叶南希好狠的心呢，把您都打出血了。叶南希，你殴打婆婆罪大恶极，看我今天不狠狠的教训你！
否则你以后出去惹事，就会连累我顾家。来人啊，把叶南希给我按住！这干啥呀？子怀哥，你妈惩罚叶南希，你该不会心疼吧？他打了我妈，又打了我，就该狠狠的教训他。他是我们顾家的人，我教训他，法律都管不了我。二爷，你老婆到底是谁啊？您说明天就能见到她，那要不要给她准备一份礼物啊？我操！我老婆跟别人结婚了啊！我去！你老婆办婚礼，新郎不是您！放开，放开！别再叫了！你现在就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，因为这是我顾家的家事。太无理了！我改！叶南希，你非得逼我打你是吧？赶紧给我妈道歉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你！给你妈道歉？你做梦！疯女人！各位，我的确已经领证了，但是跟我领证的人并不是顾子怀。今天我就想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个见证，我要跟顾家划清界限。我要跟顾家划清界限。哦，还真是啊，没错呀。这居然真不是他呀！这个野男人是顾子怀，我跟你可是没有半点关系。你要是再敢动我一下，我立马报警抓你！你儿子，怎么回事啊？这结婚证上不是你，还能有谁啊？办假结婚证的事，我没告诉家人。现在宾客这么多，我更不能说出来。妈，这个结婚证是假的，我就是他照我。假证？哼，你还真是无耻，会倒打一耙呀！顾子怀，你该不会是怕我把你造假证的事情给说出来吧？好大的瓜！这两人到底谁在撒谎？看顾子怀心虚的样子，多半是他呀办假证骗叶南希。今天他和叶南希的婚礼，他却让小三当伴娘，足以见证他的人品。都给我闭嘴！做假证是违法的，我儿子才不会干这种事。没想到顾家还有一个懂法的人，这可真是让我意外。顾子怀，你要是再敢狡辩一句，我就报警说你造假结婚证。叶南希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就是我老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哦，你是不是移情别恋了？怪不得我说你这几天怎么这么反常，你竟然敢给我戴绿帽子，我饶不了你！住手！住手！这个结婚证上是谁啊？谁来了？这谁啊？不认识。这个男人好像有点眼熟。二爷，你老婆有点彪悍呢。确实有点彪悍，不过我喜欢。妈呀，二爷这是有受虐倾向啊！子怀哥，你没事吧？子怀哥，叶南希，你这个阴险的贱人！叶南希，就算你不喜欢子怀哥了，你也不能这么伤害他呀！我不伤害他，行啊，那我伤害你好了。救命啊！哎，救我！叶南希疯了！怎么，就这点胆子，还敢挑衅我？是他？这个野男人是你结婚证上的那个？对，郑重的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，他不仅长得比你帅，而且还有8块腹肌呢。老婆，这手撕渣男怎么不叫上我呢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人打小就爱看戏，下次记得叫我啊。这还不是怕渣男见你脏了你的眼吗？哦，不可能，你最爱我了，你怎么可能嫁给别人？你一定是骗我的，对，一定是在骗我。小白脸儿，叶南希是我顾家的儿媳，你休想把她抢走！哎呦，他是萧二爷！什么？
什么？他是萧家二少？之前去萧家找萧夫人的时候见过二少呀。敢刺杀我家二少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！对不起，我爸有眼不识泰山，他不知道他是萧家二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萧家二少，儿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萧家二少不是在海外深造吗？他怎么跟那叶南希在一起？蠢货！你不认识萧家二少爷，我见过，他现在就是萧家真正的掌权人。你现在还得罪了萧二爷，让你借的钱打算怎么还？我儿媳，他儿媳妇呀是沈月柔。这样吧，张行长，如果顾家欠你们的钱还不上了，可以找沈月柔还，她肯定能够帮忙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什么时候答应给顾家还钱了？再说了，我又没有钱，我哪来的钱给他们还啊？叶南希，这一切都是你设下的圈套，是你在害我。你要是这么想，那我也没办法喽。但是我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。顾家找银行借钱跟叶南希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叶南希逼顾家去借的。就是叶小姐真是冤枉，不仅被顾子怀绿，还被顾家当冤大头。是他说帮我还钱，是他亲口说的，你们不信问他吗？对，我确实说过这种话，但你也说过你会爱我一生一世，绝不辜负我。你做到了吗？既然你没有做到自己的承诺，那我为什么要信守承诺呢？顾子怀，如果我今天傻傻的跟你结了婚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边骗我，一边夺走我叶家的家产，最后再除掉我，跟沈月柔在一起？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计划？除了我和月柔，谁也不知道这个计划呀。没想到顾子怀这么丧心病狂，好在叶小姐聪明，识破了渣男的奸计。他那么着急拉我结婚，是为了顺利跟渣男一刀两断吗？真是个聪明的女人，知道给自己找靠山。南希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娶你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？我现在可是萧家二少爷的妻子，你确定要当众抓着他妻子的手不放吗？南希，你真的跟萧二少领证了吗？怎么，你宁愿相信自己是个智障，也不愿意相信我嫁入了豪门？虽然你家有点实力，但是你父母说我，你家跟萧家比起来就是小门小户。我就喜欢小门小户。没想到二少对这个闪婚妻子这么宠爱。老婆，你不是说事情处理完之后就跟我回家吗？那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张行长，记得找顾家还钱呢。你今天到底还不还钱？你要是不还钱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我是真没钱呐！打人了！张行长，你冷静点，等我们家公司周转过来，立马就还钱。妈，我现在带我老婆回家。那个，我跟顾子怀的事，你们睡过吗？没，但这好像不重要吧？毕竟我们只是协议结婚，1年后就离婚。好像协议里没说离婚之前不能同房吧？少爷应该不缺女人吧？本少爷当然不缺女人。二少您真是比得道高僧还厉害，他们死后只能烧出舍利子，而您烧完还剩一张嘴。作为您最忠诚的仆人，我必须为您发声。叶小姐，实不相瞒，我家少爷平时都靠五姑娘。什么五姑娘？手不想要就给我剁！西西，你来啦！早死的爸，寡妇的妈，残疾的哥哥，腹黑的他。哎，
哎呦，西西，你干嘛？哎，我知道他十恶不赦，无药可救，但我真的是无辜的。他到底在说什么？为什么我听不懂？难道我儿子在外面犯事儿了？阿姨，我跟他只是协议夫妻，我们约好了1年之后就离婚，所以你们对他的恨，请一定不要牵连到无辜弱小的我身上。协议夫妻，1年后离婚。妈，我怎么白高兴一场啊？那个，你们要不先平身呢？妈，您先听人阿叶怎么说。妈，您先别上头，他说的一半对一半错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叶南希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，怎么到你口中成了无恶不赦的坏种？那网上都说了，你气死了你爸，还为了争夺家产暗杀你哥。这新闻不管真假，你先信了再说是吧？那不然你为什么被送出国外呢？哎呦，你误会了，灵叶是因为不想接受家族联姻，所以才出国留学的。那他气死他爸？他爸不是被他气死的呀，不过他爸跟他誓不对付，他爸让他联姻来着。那他哥？他哥是自己在国外滑雪的时候摔伤的，跟灵叶没关系。网上那些人可真会造谣，太坏了。谣言你都信？那你还敢跟我结婚啊？胆儿这么大？我这不是觉得你看不上我们家的仨瓜两枣吗？怎么了？妈，您是不是喷香水了？家里怎么这么香？那不是咱妈为了隆重欢迎儿媳妇儿，给黑豹喷香水吧？没想到他家人这么和谐有爱，就连狗狗也如此可爱。西西，你刚才说跟我儿子是协议夫妻，1年后离婚，是不是真的呀？你可不可以不要跟我儿子离婚啊？你喜欢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一定都会给你的。妈，自信一点儿。您就知道1年后他跟我离婚，不是我跟他离婚。你我还不知道啊？你愿意跟西西领证，证明你喜欢他。你从小到大对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固执的很。行了吗？1年后的事儿，1年后再说呗。反正儿媳妇给你领回来了，以后别烦我。走，西西，我带你上楼去看看。慢点，慢点啊！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咱们家一下子变得什么都没有了，还倒欠了那么多债。都怪叶南希这个毒妇，这一切都是她设下的圈套。要不是你搞小三，叶南希会跟你翻脸吗？你这个蠢货呀！你就不能够事成之后再找女人吗？你我哪知道叶南希一下变这么聪明？沈月柔呢？她不是说怀了我们顾家的种吗？该不会是跑到医院打胎去了吧？不可能，月柔最爱我，她不可能打胎。我刚去打听了些事情，你们猜我打听到了什么？哎，月柔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我们都急死了。你先别急，这个萧灵叶和叶南希是假结婚。萧灵叶之所以陪这个叶南希演戏，是因为他要拒绝家里安排的联姻。我就说叶南希怎么攀上萧家，没想到她就是萧家2少爷的一个棋子。对，而且萧灵叶的联姻对象可是周家千金周凤仪，她马上就要回国了。等她回国，她肯定会手撕叶南希。叶南希这个蠢货，估计还被蒙在鼓里。只要他肯替我们顾家还钱，我也能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西西啊，这里呢就是灵叶的卧室了。你既然跟灵叶结婚了，那是不是应该搬过来跟他一起住啊？我跟他没那么熟啊。那这样，你呢搬到隔壁的卧室，先培养一下感情。那我这就去跟他交代一下，他这个人呢有点不上道。本来呢是想由萧家做靠山，
解决完顾家就全身而退的，没想到萧家的人这么热情。这下不搬过来都不好意思了。克罗米芬，这是什么？克罗米芬属抗激素的药物，主要用于治疗无排卵性不孕症、黄体功能不足以及男性少精症。原来是有隐疾啊！既然他不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今晚就搬过来住。西西已经答应搬过来住了，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，一举虏获西西的芳心。妈，您儿子我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往这一站就能迷死个人。你说我迷死谁呀？你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让西西跑了，那你就只能去周家千金了。小姐，您真的要搬去萧家吗？我现在是萧家的儿媳妇，如果不搬过去的话，他们会说闲话的。可是你跟萧少爷不是才刚认识吗？你放心吧，他那方面不行，我吃不了亏。叶南希，你这是要去哪？顾子怀，你家欠银行的钱还了吗？你都死到临头了，有什么资格嘲笑我？我怎么就死到临头了？你给我判的刑。我都知道了，萧林业跟你是假结婚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们就会离婚了。我们是假结婚又怎么样？顾子怀，你家都要破产了，到时候房子、车子全部会被法院拍卖，你还是好好去学一学怎么要饭吧，免得到时候横尸街头。萧林业有个联姻对象，是周家千金周凤姐，这个女人可不好惹，而且据我所知，她马上就要回国。你现在和萧林业一刀两断，然后嫁给我，我可以保你平安。顾子怀，你一只脚都要踏进大牢了，拿什么保我平安啊？你不会就是想让我踹了萧林业，然后继续跟你在一起，然后帮你还债吧？早点睡吧，梦里什么都有。让开！他竟然对我这么绝情，难道他真的不怕死吗？这么着急搬过来，还是太我了。傅门人倒还这么自信，真是头一次见。听说你有个联姻对象？是啊，不过我看不上。真是浑身上下嘴嘴硬，你都不能人道了，人家肯定看不上你。还杵在这干嘛呀？走，上去吃饭。既来之则安之。虽然萧林业是个自恋狂，但婆婆人还不错。来，儿子，多吃一点补一补。妈，他用不上，这个呀，还是给大哥补补。弟妹，你这可使不得。那我是比阿叶略帅那么一二，但是对你还是不感兴趣的。西西啊，你是不是对阿叶有什么不满意呀？没有啊，挺好的，我很满意啊。那你怎么……你们不知道啊？他不孕不育啊，所以这种东西呢，他吃了也没用，还是我们吃吧，他吃药就行。你干什么呀？你不吃，你还不让别人吃了？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？我饭还没吃完呢，我还没吃饱呢。你弟弟不孕不育的事跟你说了吗？不是，那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不孕不育了呢？难道是那国外的水土不好，把他给养坏了？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这事跟那个水和土没一点关系。那阿叶就是自己在外面乱搞，把自己搞坏了。哎呦，我家狗狗才被检查出不孕不育，怎么我儿子也就不孕不育了呢？难道是老天要灭我萧家吗？你干什么呀？你妈跟你哥又不是外人，
就算知道了你不孕不育，你也不用发这么大的火吧？我不孕不育？我他妈又没碰你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孕不育？我都看到你的药了。我的药？什么药？治你不孕不育的药啊！喏，就这个。这是我妈让我给狗买的药，治疗狗的不孕不育，是狗不孕不育，不是我。既然你说我不行，那正好，今晚试试，让你知道知道我行不行。不是，阿莎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哎，你不是说我不孕不育吗？那正好，今晚我可以验证一下，一胎5宝怎么样？4宝、3宝也不错。不要，我不要跟你生孩子。你越反抗，我就越心；你越不想生，我就偏让你生。我说，我跟你生。好啊，那我满足你。混蛋，怎么玩套路猪牌啊？喂，哎，西西，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？挺好的。那个，我想跟您道个歉，昨天晚上我说的话还是有问题。其实萧林叶他很正常，没病。你们昨晚试过了？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西西啊，我准备还今天带他到医院去检查的，现在不用了，没事儿就好。那既然你们昨天已经同房了，我今天是不是不用再另外收拾房间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他技术不行啊？不是，那你犹豫什么呀？他是不是哪不好？你跟我说，我叫他改。他挺好的，妈，没什么事，我先上班了。哎，你吃了早餐再走啊？不是了，我让林燕送送你。妈，又屈就了。哎，西西跟我说，他错怪你了，你没病。为什么他好怕你呀？你对他做出什么了？我跟他说一胎5宝啊。哎呦，我个傻儿子，你怎么能跟女孩子说这些话？那不是您许的愿吗？那你万一把他给吓跑了怎么办？你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喜欢的女孩子，真是傻。对了妈，周凤仪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她回国了。你跟他说你现在有老婆了。我当然会说啊，别到时候让西西误会你们俩关系。那我先走了。周小姐，他就是叶南希，父母双亡，刚接手叶氏集团不久。长得没我好看，家世也没我好，他凭什么能成为阿叶的妻子？周小姐有所不知，这个叶南希最会勾引男人了。不过周小姐放心，萧二少根本就不爱她。阿叶连我都看不上，又怎么会看上这种庸脂俗粉？我不管他之前用什么手段得到阿叶，现在我回国了，我一定要让阿叶抛弃。周小姐，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话，你尽管开口。暂时不需要，我等会儿就去会会，看看他到底几斤几两。老板，你看了今天的头条新闻了吗？你上头条了？没看，我早饭都还没吃呢。我先点个外卖。老板，你为什么要悔婚呢？当初那么爱顾子怀，怎么就突然不爱了呢？因为我重生了。真的假的？假的。你说顾子怀找小三儿找的那么明显，而且还让小三来当伴娘了，我之前怎么还相信他们清清白白呢？我觉得您不是看不出来，只是不愿意相信那个最坏的结果。你说的对，是我之前太懦弱，根本就输不起。
见。叶总，您看一下这份文件，这是您父亲在世的时候和融通资本签订的一份对赌协议。根据这份协议的约定，叶氏集团必须在6年的时间之内实现盈利8亿的目标。如果完不成，我们公司将归融通资本所有。对，现在离约定的6年之期只剩下最后半年了。还差多少资金？3亿。你是说接下来的半年我要赚3个亿？是的，叶总，不瞒您说，公司的管理层都比较沮丧，他们都认为您没办法带领公司实现这个目标，都打算卷铺盖走人了。别说他们了，我也没信心啊。我要是半年能赚3个亿，我也不用去抱萧家的大腿了。什么小姐？什么大腿？没什么，我总不能去问萧离要3亿彩礼吧？叶总，其实我都听说了，您抱上萧二少大腿了。叶总，公司能不能活下去，全看您的了。你是想让我用美人计？对啊，哎，叶总，您今天晚上就把萧二少迷晕，然后狠狠地讹他一笔，这样咱们公司的危机不就解除了吗？你可真是啊！同样是9年义务教育，怎么你就如此优秀呢？我之前在国外留过学，难怪。但是吧，这下药可是违法的，咱们有没有什么正规途径来赚钱呢？这正规途径来钱慢呀。新项目呢？你之前不是说公司的新项目如果能成功上市，就能大赚一笔？对，这个就是新项目。如果新项目能成的话，那公司确实还有一线生机。可是问题是，现在卡在原材料上了。什么原材料？老板，周氏集团千金来了，非要见你，我拦得。你先下去吧，我等会儿过来找你。你就是周氏千金？对，你应该听说过我和林业哥哥的事吧？略有耳闻，听说他为了逃避跟你联姻，都到国外去了。你放屁！林业哥哥才不是为了逃避跟我联姻，他只是觉得我太小，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。那你现在到法定结婚年龄了吗？当然，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嫁给林业哥哥。那要不这样，我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，如果他愿意跟你领证的话，我马上给你腾位置。城西那块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废地，我们可以拿下来，用来做全国最大的数据中心。还有，我老婆的电话，一定是想我了。喂，老婆。周凤仪想跟你领证，你要不要娶她？老婆，你在说什么？林业哥哥，叶南希说，只要你愿意娶我，他愿意把萧太太的位置腾出来让给我。他当真这么说？对，他一点都不爱你，只有我是真心喜欢你。很好，那你告诉他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他，他只能是我的老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，你只能当他的老婆。那你怎么办啊？咱们国家好像是不允许1夫2妻呢。叶南希，你别得意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等着。老板，这周家千金真有意思。萧二少不喜欢他，他不去搞定萧二少，非要来烦你，因为他们都觉得我是软柿子，谁都能捏你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叶南希这个女人竟然要把我拱手相送，就是太过分了！不会是她对我昨晚的表现不满意吧？要把我给甩了？不是，这狠心女人她怎么能这样呢？就是她怎么能这样呢？哎呀，老板，你冷静点，你听我给你分析。叶小姐父母双亡，前男友又时刻盯着她的财产，她如今孤苦伶仃，路障难明。周凤仪去找她麻烦，她只能把您推出来顶着，才能保全她自己啊。不对，她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。对呀，叶小姐有大智慧呢。本少爷的眼光
他就是好啊。当时我看他的第一眼，就觉得他充满智慧。那个，老板，这个话又说回来了，周凤仪今天受了委屈，估计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要是敢动我老婆一根汗毛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我们新项目所需要的关键原材料被卡死了，没有原材料，我们项目没法推进。目前国内的抗元素基本掌握在周家。周家？哪个周家？周氏集团啊。哎，刚才周家千金不是来找过您吗？你们谈的怎么样了？他是来找我撕逼的，不是来找我谈合作的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周家跟萧家以前关系挺好的。周家如果知道我抢了周凤仪的男人，那以后就别想跟周家合作了。这不又陷入死局了吗？妈！宝贝女儿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萧离也结婚了，他找了个不如我的女人领了证，我要被气死了！你说的是叶家那个孤女吧？我听你爸爸呀提起过他们叶家，他们现在正在推进一个新项目，原材料在我们手里，只要我们不把原材料卖给他们，他们的项目就没法推进。妈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骗你干什么？如果叶南希不来求我们，他叶家不出半年就要破产了。你觉得萧家会要一个废物当儿媳妇吗？真是天助我也！萧太太，你该不会真打算1年之后就跑路吧？我今天见到你联姻对象了，他长得比我好看，身材也比我好。不管他多好，我配偶栏的名字上只会是叶南希。你疯了？发情不分场合啊！我妈和我哥都搬走了，现在这个屋子里只有我们俩。我去洗个澡。好，我等你。我是周凤仪，听说你公司的新项目原材料需要抗，好巧不巧，我家拥有国内最大的抗金属矿山，明天中午12点绿茶餐厅，我们见面详谈。这死绿茶，还真欺负到我老婆头上了。明天中午见。快活丸，这名字一看就不正经。没想到我老婆平时正正经经的，私下还这么有情绪。你在吃什么呀？老婆，是不是觉得我昨天晚上不太行？专门买的这个药，我吃了半瓶。你怎么了？这药不是买给你吃的，可不是，你怎么能乱吃呢？快吐出来！你怎么样？吐出来没有啊？老婆，我是不是要嗝屁了？我怎么看到有太奶啊？还有我爸，他们在向我招手呢。你醒醒，你醒醒，这不是毒药，这是春药啊！这蠢货居然给自己吃了半瓶春药，
救命！这要传出去，萧氏股价得跌穿。要不这样，我先扶你回房间休息，等会儿实在不行，我就给你叫救护车。老婆，我好难受，好热，我喘不过气了。妈呀，该不会要发作了吧？要不我现在就给你打120。你放心，人家医护人员见多识广，肯定不会笑话你。我不要医生，我要你。马上就12点了，叶南希还没来，明明是他有求于我，竟然让我等。林叶哥哥，你也来这吃饭啊？打开看看，这是什么呀？你们要结婚了？对，叶南希是我的女人，更是我的妻子。如果再让我发现你威胁她，我会让你们周家从整个江城消失。老板，这是你要的叶氏集团的资料。目前国内最大的康矿资源掌握在周家手里，他们以此为筹码，要挟南希离开。他们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你跟叶小姐一见钟情，自由恋爱，怎么可能被他们拆散呢？你派人去国外，不惜一切代价高价采购抗资源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阻止我老婆搞事业。老板，我昨晚在搜集叶氏集团资料的时候，无意间看见了一则小道消息，说叶小姐的父母其实不是车祸去世的，而是被人暗杀的。暗杀？为什么要暗杀他们？小道消息上说，叶小姐的父亲掌握了提纯抗的新技术，却不肯共享这项技术，所以就被杀了。派人去查，如果小道消息属实，我老婆也会有危险。好。妈呀，这怎么下午1点了？我居然睡过头了，真是色灵之婚。叶总，你可算来了，渣男都在里面等你1个小时了。他在我公司干什么？谁放他进来的？他说能帮我们解决公司新项目的问题，所以我就把他放进来了。叶总，张副总，你以后不要再搞那些歪门邪道了，你差点害死我。您说的昨天的快活丸？嘘，小声点，这难道光彩吗？你给小二上药了，这不正好吗？你把他拿下了，那公司的问题让他摆平啊。我跟他的关系呢，说的好听点叫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说的难听点呢，就是炮友的关系。自己的麻烦还是得自己解决。那这么粗的大腿抱不上，看来还得靠您的前任了。你们先出去吧。顾子怀，你们家资金链都要断了，顾氏集团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了，你怎么还有功夫来我们这儿串班？南希，你没必要说这种难听的话来呛我，我们好歹夫妻一场。我呸！谁跟你是夫妻一场？你别忘了，你拿假结婚证忽悠我的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我只是怕你进去了之后呢，看不到你家破产的样子了。没想到你这么恨我，让你失望了。我家的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。1天前，突然有个神秘人帮我还清了银行债，要求是让我拿到叶氏集团的掌控权。谁帮的？沈月柔？不是他。那还能是谁啊？难不成你被哪个富婆给包养了？谁这么重口味啊？谁这么重口味啊？
我才不靠那样肮脏的手段。我们顾氏集团成立30年，人脉和资源你根本就想象不到。所以你今天来找我，是真打算来帮我的？对，我觉得我们就算做不了夫妻，也是能做朋友的。我已经找到了可以卖原材料的供货商了。周家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说吧，条件是什么？我要你们叶氏集团51%的股和管理权。你怎么不直接说让我把叶氏集团都送给你啊？你不会以为这些好处都会到我兜里吧？我告诉你，叶南希，像你这样温室里长大的花嘴，根本就不知道商场的腥风血雨。你又想赚钱，又想明哲保身，肯定得交出一部分利益，懂吗？所以是周家想要叶氏集团的股份。我说了，你不用管事实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能帮你顺利完成对赌协议。如果你完不成对赌，你们公司一样会被收走。对赌协议不是还有半年吗？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别的办法完成？死渣男，你这辈子别想从我身上赚到1分钱。南希，你是爱我爱疯了，因爱生恨，才会这么恨我。你干嘛？让你好好照照，长得跟个猪头一样，还没有猪肉下饭，滚！叶南希，你敢骂我？好，你给我等着瞧！哼！哎，这叶总，您把周家和顾家全得罪了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张副总，别着急嘛，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我爸擅长的，我也不会啊。要不，咱们换个主营方向？那您擅长什么？那公司账上还有点钱，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，可以搏一搏。我好像什么也不会。那不就是坐着等死吗？张副总，你别这么悲观嘛，你不会死，我也不会死，大不了等到了无计可施的时候，我给你多发点奖金，保证让您光荣退休。哎呦，不，我只是不想看到老叶总打拼了一辈子的心血落到别人手里了。在你父母出车祸之前，本来公司马上就要迈到一个更高的门槛，我们当时都很兴奋啊。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你父母遇难了。我父母出意外，我连他们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有可能不是一场意外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小叶总，你一直被你爸妈保护得很好，所以公司的很多事情其实你并不知道。在他们遇难之前，我们叶氏集团对于抗元素的提纯已经有了新的突破。用这个新的技术，我们能够制造出更顶级的固体燃料。你知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对你父母虎视眈眈？所以您是怀疑我父母的车祸是人为？对，可是我没有证据。凶手如果不露出马脚，我们很难抓住他。对了，您刚刚说的提纯术是？提纯术是你爸研发出来的，可是在他死之前什么也没有留下。你爸去世以后，我们找遍了他的办公室，但是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，这项技术也就消失了。不过就算是用以前的技术，我们依然可以提炼出比别的公司纯度更高的抗。可现在问题是原材料被卡死了，项目根本没法推进呢。我爸一直是很谨慎的人，那么重要的技术他不可能不备份。叶总，您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在听呢。既然周家不肯把原材料出给我们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国外进口？哎呀，我们早就这么做了，可是派出去的人说，国外的抗资源全被一家海外的企业垄断了，他们拒绝跟我们合作。天要亡我呀！老板，国外的抗基本上都被一家海外公司垄断了，这是那家海外公司的资料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怀疑这家海外公司和融通资本有关系？您看我用红笔圈出来的邮箱号，您再看这家海外公司合作邮箱，和融通资本的邮箱是一样的。还真一模一样。融通资本这么做，是不想让叶氏集团完成对赌协议。对。老婆，下午来健身房找我，晚上约会。约会还要我主动来找他，
我就不去。哎呀，公司都要倒闭了，哪还有心情约会啊？早知道当初读书认真一点，现在也不至于这么废物吧。哎呀，爸爸，你给我一点提示好不好？你不能真让我去求萧林叶吧？好吧。好嘞，我马上过去找你。妈呀，没想到我竟吃的这么好。饭后吃了，想摸吗？想摸就摸吧，不收钱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把我喊到健身房来，不就是为了要展示你的身材吗？心机男。那你还屁颠颠跑过来，大黄丫头！你才黄呢，你全家都黄。我全家不就包括你吗？你现在可是上了我船的人。现在只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以后的事谁能说得准呢？上了我的船，可就下不来船了。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了，1年之后离婚的吗？我妈还说让我给她生5个孙子呢，这能当真吗？叶南仙，认命吧，这辈子只能当我的老婆了。我们不是约好了今天晚上还要约会吗？你先回去洗澡吧。等我。你在干什么呀？竟然被他给撩到了，难道说明我真的喜欢上他了？哎呀，叶南希，你怎么记吃不记打呀？好不容易摆脱上一个渣男，这一次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渣男？所以萧家二少爷平时就是这样追女生的呀？我可从来没有这么追过，你是第一次。我看你这倒挺熟练的。无师自通嘛，本少爷就是这么聪明。你知道吃牛肉怎么吃最合适吗？怎么吃啊？油腻了。那你这不挺开心的吗？确实，好久没这么开心了。对了，3个月之后有一场大型的活动，需要你配合出演一下。大型活动，类似慈善晚宴那种吗？差不多。那可以啊，我小时候经常帮我爸妈一起出席这种活动，不就是逢场作戏吗？没问题的。这是发言稿，你提前背一下。不是还有3个月吗？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因为这场活动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什么活动这么重要？所以你说让我出席的大型活动就是你婚礼啊？对，我是新郎，你是新娘。
那你今天约我出来，就是为了通知我婚礼时间？妈，是这么大的事儿，肯定要跟你商量一下。如果实一不行，我们可以元旦。你这婚礼非办不可吗？怎么了？你不愿意？我这辈子就想风风光光的办一次，你不会让我委屈吧？不是，少爷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我都替你安排。叶南希，从你嫁给我之后，你只需要跟着我走，你在我身后，我永远会保护你。这上的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，这就给说感动了。用寂寞来测验，还是最想要你陪。这就给说感动了。以前那个渣男也是这样说的，但结果在林业，我不会让自己在同一个坑里面摔2次的。渣男这么骗你，是因为他想得到你的财产。我萧林业能看上你家那3锅2枣？你说的好像有道理。那渣男有我帅吗？有我有钱吗？我就算是个坑，那也是个金坑，你跳进来横竖不亏。其实我觉得周凤仪可能更适合你。不是，他适合个……最适合我的人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叶南希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你是最好的。好什么呀？家马上就要破产了。你说什么？马上就到你生日了，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？我想要什么都可以吗？那当然不是了，天上的星星月亮我可摘不下来啊。我不会要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的。你如果非要送我礼物的话，其实随便送什么我都高兴。我爸妈去世之后，早就没人记得我生日了。那以后每年的生日我都陪你过。其实在遇见你之后，好像每天都很开心。那当然，说明我是你的真命天子。行，敬真命天子一杯。来，敬真命天子。我老婆生日快到了，我打算送她一份大礼。The day is done and the darkness falls in. 喂，南希，我是你秦叔叔啊。您是融通资本的秦总？叫我秦叔叔就好了。我今天来江城出差，听说你接管了叶氏集团，所以想跟你见面聊聊。好啊，那时间地点您定。你和你妈妈长得挺像的。对，我跟我妈长得很像。你爸妈葬礼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见过，不过你当时哭得太厉害，应该对我没印象了。虽然我对您没印象了，但是我很早就知道您了。当初我家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是您出资帮我爸度过了难关。我跟你爸是相互欣赏，相互成就。秦叔叔，您跟我爸签的对赌协议还有半年就到期了。哇，这么快就要到期了？其实我约你出来，是听说你跟萧氏集团2公子在一起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所以您是怀疑我父母的车祸是人为？对，可是我没有证据。如果我爸妈的死真的是意外，那凶手会是谁？我跟萧家的2公子最近的确传出了绯闻，不过我跟他的关系并不是外界传的那样。那你们的关系是怎样啊？他家里逼他娶周家千金，他不愿意，所以故意跟我传出绯闻，好逃避商业联姻。可是萧家现在根本不把周家放在眼里，他不想娶周家千金，直接拒绝就行了。秦叔叔，您有所不知，萧林业父亲去世，哥哥残疾，他妈妈有高血压，不能受刺激。如果他跟周家闹得太僵，跟他妈妈不好交代，
毕竟两家是世交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们为了演戏，你搬去萧家住，是不是牺牲太大？没想到秦远山对我的一举一动如此清楚，算不得什么牺牲，毕竟他帮我摆脱了渣男。那你现在一个人管理公司，应该很辛苦吧？有没有想过找人帮忙？没有人可以帮我。还差3个亿是吧？对。其实对于萧家来说，3个亿并不算什么。秦叔叔，以我和他的关系，还不足以他为我支付这么大一笔钱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如果半年之后公司实在无力回天，就按照合同将公司交给你。现在说这个还太早了，而且西西，如果你爸的公司真交到我的手里，那公司总裁的位置还是你的。不过你管理经验不足，到时候我会派个职业经理人帮你。不用了，我几斤几两我心里清楚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很感谢秦叔叔对我们家的照顾。爸，你还在这喝茶？叶家那个孤女都骑到我头上了，我们周家的脸都丢干净了。凤仪，你在这气急败坏、暴跳如雷没用。萧凌月那小子摆明就是看不上。我哪儿比叶南希差了？我见过她本人，她没我漂亮，没我有钱。虽然我没有见过叶家那姑娘，但你现在面目狰狞的样子，就算再美，也像个鬼。没事，你少说2句吧。咱女儿都委屈成这样了，你还在这损她。我这些年花那么多钱培养她，结果她连叶家孤女都不是，我的确太失望了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得赶紧想办法帮女儿把萧凌叶抢回来呀！谁要抢我呀？凌叶哥哥，你别乱搞，我有老婆了，你离我远点。还不赶紧把凤仪带走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凌叶哥哥，凌叶，你今天登门拜访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事儿。首先，上一辈给我和你女儿订的口头娃娃亲取消。哦，就这个事儿啊。还有你家的炕框，我要了。大侄子，没你这么说话的吧？上来就要我家东西，你这跟抢有什么区别？您觉得抢那就是抢吧？你萧家的产业按理说不需要我家炕框，难道我老婆需要？哼！凤仪说啊，那叶家孤女骑到她头上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周总，您女儿不把头伸过来，我老婆怎么骑她头上去？要怪还是怪您女儿不识趣。景叶，我周家和你萧家好歹也是世交，你跟凤仪从小青梅竹马长大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周总，您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不把周凤仪当回事儿，您也算一个。胡说什么？这个小男孩跟您长得还真像呢，不会是您的儿子吧？这照片是从哪里来的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不为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还需要晚辈教我？哼，就凭这一张照片，你就想讹我一大笔？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呀？周总，咱们两家什么交情？我怎么会讹你呢？要是我讹你，我爸只怕会从地下爬出来打我。你想正常交易？对，我可以出高于市场价的2倍，并且将您的秘密永远烂在肚子里。您还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哪个有钱人在外面没有私生子的？就算你曝光我的隐私，我的妻子女儿也不会离开我。好啊，既然您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晚辈不客气。你想怎样？让你周氏集团破产，然后低价收购。就算我爸跳出来打我，我也把他摁回去。好，我卖你。老公，我给你泡了咖啡。在公司别叫我。
你就是我老公，为什么不让叫？难道你不爱我了？你除了一天天问我爱不爱你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家务不会干，公司的事也一窍不通，你根本就帮不到我。顾子桓，你嫌弃我？明明3个月前你还喊人家小甜甜、小宝贝呢。你自己也说那是3个月前，3个月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。可是你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。这句话我对叶南希也说。你是不是想跟我分手？你有完没完？没事做就滚出去！滚！他妈的，老子是不是鬼迷心窍了？怎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？我竟然为了她放弃了叶南希！操！喂，我让你搞定叶南希，你现在什么进度了？他不肯交出51%的股份，我现在在想别的办法。你放心，我既然收了您的钱，肯定帮你把事情做好。他最近跟萧凌叶来往密切，虽然他说萧凌叶不会帮他，但谁知道后面萧凌叶会不会插手这件事？所以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拆散他。只要萧凌叶不帮他，叶氏集团就是我的。我明白，萧家是江城首富，肯定在乎名誉。如果叶南希出点丑闻，萧家肯定会放弃的。我只看结果。好，你等我好消息。叶总，有您的花。谢谢。难道是萧凌叶送的？真香。喂，老婆，起床了吗？起了。我现在呢已经到公司了。你是不是送我玫瑰花了？没有啊，不是我送的。不是。哇，真晦气。哎呀，真晦气。老婆，玫瑰花谁送的？该不会是哪个渣男前任吧？对啊，也不知道他发什么神经。我去弄死他！别，你没必要为了这种人把自己也给搭进去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他们家公司的欠债有人帮他还了吗？你去帮我查一下，看看是谁还的。我查到了，告诉你。顾子怀，你贱不贱呐？你有心情来给我送花，你不如给你祖宗送，最起码你祖宗会保佑你，而我只会咒你。西西，我知道错了。跟你分开之后，我才知道你的好。不听，王八念经。我要见一面吧。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。有话现在就说，不说我挂了。我真的有事，有人要伤害。想伤害我的人只有……西西，你这么说，我真的很难过。难过？难过就去死啊！死了就不难过了。渣男这个时候找我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叶总，你要过生日了，你怎么知道？刚才萧氏集团的张特助给我打电话，跟我商量了好多你生日 party 的各种细节呢。萧凌叶有2天确实是说过给我过生日的事。叶总，你好幸福啊！感觉萧凌叶他很喜欢你呢。你干什么？你别恋爱脑啊！一个生日宴而已，我自己也是办得起的。不要因为男人这点小恩小惠就动摇了。你说的对。谢谢，你怎么把我拉黑了？不拉黑让你继续骚扰我吗？滚！荣通资本的秦总找我了。你确定？对。这里说话不方便，我们找个餐厅坐下来说吧。我在你公司附近订了餐厅。顾子怀，你该不会是给我设了什么鸿门宴吧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我能对你做什么？也是。那走吧。这个。渣男约我吃饭，他说荣通资本的秦还有这个，找他，等我问清楚之后我就回家。把你的位置贡献给我，我要确保随时能找到你。谢谢。我点的都是你爱吃的菜。秦远山找你干什么？你家欠的钱，该不会就是他帮你还的吧？对，
他知道我们在一起过，所以找我聊聊。找你聊聊什么？他问了我一些问题，比如你是否有能力掌管叶氏集团？你是怎么回答他的？我说实话，你别生气啊。我说你应该没有能力掌管公司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没能力。这水该不会有问题吧？这水该不会有问题吧？这人家餐厅的水，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啊？你没必要把我想的那么坏。我们做不了夫妻，还能做朋友吗？谁要跟你做朋友啊？晦气！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我不就是用假结婚证骗了你一下吗？你有没有损失什么？我碰都没有碰过你，是你说的你别跟我扯这些。秦远山到底找你聊了什么？还有，他为什么愿意给你还债？还不是因为我们顾家对他有利用价值吧？秦远山就是个老狐狸，他跟你爸谈这种协议，不就是看中你们的核心技术吗？行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菜都还没上你就着急走？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待在一起吗？你说你有重要的事跟我讲，但却跟我讲了一堆废话，我看你根本就没什么重要的事。谢谢，我看好房了，我带你去休息。这是有问题。叶南希，等明天我们的艳照传出去，萧灵叶还会不会让你这破心？西西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我送她什么生日礼物比较好呢？哎，妈，你要这么纠结，你实在选不出来，你就把这一盒送给她呗。反正我也不准备结婚，你这辈子只有西西一个儿媳妇。你真的不打算娶媳妇儿啊？我都这样了，我娶媳妇儿看保姆的话，我才不害人呢。哎呀，儿子，你不要这样想好不好？妈，我真不结婚，我现在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我不想再有别的牵挂了。哎呀，那一定要这样，我也不逼你，下半辈子你只要开心快乐就好。妈，你看啊，阿叶和西西那么恩爱，他们以后会生很多个孩子，咱们萧家的香火不用愁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是说要给我和西西二人世界吗？不是西西过生日吗？妈想要给她准备生日礼物。是啊，儿子你看，这个可以。我想把这些全部都送给西西，她应该不会嫌弃的。妈，您把她想成什么人了？您送她什么，她都高兴。那就好。都这么晚了，西西怎么还不回啊？她刚刚给我发了消息的。怎么去酒店了？你别管，我老公马上就来了。老公，你老公不就是我吗？畜生，敢动我老婆！把你的位置共享给我，我要确保随时能找到你。西西，没事吧？我给逍遥，你带我去医院。我现在马上就带你去。他也被下药了，你把他脱光了扔到大街上，我要让他影像百出，成为明天的头条新闻。把这个畜生给我丢到大街上，谁也不许救他！不是，我是顾氏集团继承人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南希，救我！老公，我难受。你先下去。好的。你确定要在车上？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妈，放心吧，保镖对我发消息了，他们没事儿。那没事，为什么还不回啊？那办事儿呢吧？可能这么晚了，有什么重要的事非要办吗？
凑人的事儿非要办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！那我马上都要当奶奶了，是吧？是。那咱先回去。好。来，哎，你们回来啦？对，他睡着了，我送他回房间。赶快上去休息，不用管我们了，快去。哎呦，这人干嘛呢？这干嘛呢？好热！我的天，拆脱裤子呢！大街上的，疯了！快给他发网上去！哎呀，是不是精神病啊？他女人，拍着，我要女人，让他火！好热！顾氏集团继承人醉酒，当街脱衣裸奔。你这个混球！顾家的脸都被你丢干净了。爸，是萧林叶干的，他让保镖把我丢在街上，还不让人救我。他为什么这么对你？是不是你惹他了？我这是为了顾家。秦远山让我拆散萧林叶和叶南希，我只有玷污叶南希，我才能拆散他们。我应该怎么做嘛？这件事儿确实棘手。爸，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，我只想救公司。好了，不怪你了，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，我来处理。爸，马上就是叶南希生日了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叶小莲，好久不见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萧二少怎么还没来啊？叶总，他不会不来了吧？不来没事啊，我这个寿星在就行了。可是这场生日宴是他要办的，这费用都还没结清呢。没结清就我自己结。叶总，你知道这场生日宴花费多少吗？多少？2000万。什么？这花了2000万？您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国外空运回来的。我去那边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什么时候过来？你往门口看。那好像是萧家的人。对，为首的是萧林叶，旁边那个是他妈妈萧夫人，坐在轮椅上的那个是他的亲哥哥萧景峰。妈呀，今天这生日宴排场不小啊！是啊，竟然连萧家的人都整整齐齐的请来了。要知道，前几年萧景峰出事，就再也没在公众场合出现过了。之前也没听说过叶家和萧家有关系，你们听说没有？没有。我操！哇塞，他们是一对儿啊！真好啊！难怪这场生日宴斥资2000万，估计都是萧家出的钱。萧夫人，您儿子跟叶千金什么千金呀？她是我儿媳妇儿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萧氏集团的总裁萧林叶。首先欢迎大家的到来。今天是叶氏集团总裁叶南希的生日，我有件事向大家宣布一下。他是想公开我们的关系吗？这是东郊3号矿矿的所有权，我准备把它送给叶氏集团。哇！东郊3号矿矿，这不是周家的吗？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？你确定你要送给我？周家卖给我了，我准备把它当成生日礼物送给你。周家怎么会卖给你呢？他们是不是趁机狠狠宰了你一笔？放心，有谁敢宰我？这不过是一件普通的生日礼物，以后还有更好的。你是不是知道公司遇到了危机，所以才买给我的？从我们领证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以后，我只希望你更好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爸，你把家里的矿卖给萧林叶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萧林叶给的价不错，所以我就卖了。怎么了？你以为握着这座矿山，你就能嫁入萧家了？
简直痴心妄想。可是这是我们手里唯一的筹码了。凤仪，萧灵叶不是外界传的纨绔子弟，单凭我们周家没法跟他抗衡。爸爸老了，我不想再生事端。那难道就让我眼睁睁的看着萧灵叶抢走我们家的资源，再看着叶南希抢走萧灵叶吗？你看看顾子怀的下场，你以为单凭我们周家能跟萧家抗衡吗？而且萧灵叶给出了高于市场价2倍的价格，也不算亏待我们。倒是你，敢再去惹事儿，就给我滚出周家！爸，我不白拿你的好处，我会转让10%的股份给你。其实你先听我说完。在之前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会感到焦头烂额，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麻烦。如果我输了，如果对赌协议输了，那就意味着我爸爸的公司输给别人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输的。有了你的帮助，我也一定不会输的。叶总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刚刚接到电话，咱们公司研发部的萧经理就在刚刚出车祸死了。什么？萧经理死了？对，咱们公司核心提纯技术一直掌握在您爸爸和萧经理的手上。您爸爸去世多年，现在萧经理也去世了，咱们公司的新项目该怎么办啊？秦总，我今天表现不错吧？不错，本以为你被萧灵叶打击报复后会一蹶不振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想到了解决办法。我跟萧灵叶还没有办法硬碰硬，但是我对叶南希还比较了解，他公司内部的事情我都掌握了不少。萧灵叶为了帮他，去找周家威逼利诱，拿到了全国最大的矿矿。叶南希估计以为可以就此一飞冲天，完成对赌协议了。现在他公司唯一会提纯技术的核心员工去世，就够他手忙脚乱一阵子了。而且据我所知，高纯度的抗很难被提取，就算他有抗资源，也很难在半年内完成对赌协议。半年后，等我拿到了叶氏集团，少不了你好处。那我就先谢谢您了。好。外面风大，先进去吧。我想自己冷静一会儿。还有半年时间。没有半年了。现在研发经理去世了，研发部乱成了一锅粥。招人进来就好，我们不能自乱阵脚。有问题，我们一个个的去解决。要是爸爸还在就好了。西西，你爸爸当年走的时候，真的没留下什么东西吗？他当年是车祸去世的，意外死亡。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那太可惜了。你爸这么厉害，竟然没有一点防备意识。我爸他一向很谨慎的，还有防备意识的。那他应该能算到这些意外，并做好防备的方案。我们先进去吧，该切蛋糕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哇！宝贝，你许的什么愿望啊？希望爸爸妈妈永远陪着我，我们一家3口永远不分开。好，爸爸妈妈会永远陪着西西。宝贝，这是爸妈送你的生日礼物。谢谢爸。这是什么呀？我把咱们一家人这些年照片全都存在这个 U 盘里了。等哪天爸爸妈妈不在了，他们可以继续陪着你。爸爸妈妈去世后，顾子怀进入我的生活，我被他甜言蜜语哄骗，一直没有去打开爸爸送我的 U 盘。西西，怎么了？
该切蛋糕了。我要回家。哎，他怎么跑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这是妈，现在怎么走？宾客们还在呢，您去帮忙招待客人吧。啊，好，我去。西西，怎么了？我爸之前送我的生日礼物里有一个 U 盘，那是他送过我所有的生日礼物里最特殊的一个，所以 U 盘里面肯定有东西。我陪你去。叶氏集团就算有萧家撑腰也没用。昨晚萧经理被人暗杀，下一个可能就轮到我们了。我怀疑老叶总也是被暗杀的。自从老叶总签了对赌协议以后，咱们公司就一直不顺了。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总不能就这么等死吧？我已经决定辞职了，等叶总来了，我就跟他说。哎，大家稍安勿躁，等叶总来了，我们再开会商量一下。不用商量了，叶南希他根本就没能力，我不干了。把工牌捡起来，我还能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在公司待了8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公司一步步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心痛。叶南希他根本就没有能力管理公司，我劝你们也赶紧去找个下家吧。要不咱们也辞职算了。叶南希虽然没有经商的本事，但是他和老叶总一样，始终善待员工。我想陪公司坚持到最后。你们都聚集在这儿干什么？叶总，你应该是知道萧经理的死讯了吧？我是跟他一起来的公司，现在他死了，我也不想干了。萧经理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已经派人去调查了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调查出结果又怎样？人都已经死了，他可是老叶总最器重的人，现在公司没了他，根本就没办法运转下去。我知道你们的担心，但是叶总，我心意已决，我知道公司现在困难，我也不需要你 N+1。好，你走吧，这个月的工资我会让财务打给你。哎，这叶总，你怎么不挽留一下呢？难道公司真的没救了吗？还有谁要走吗？想走的现在就可以走，我绝不挽留。公司接下来的路将会非常棘手。叶总，我要走。还有吗？我也走。好，你们今天都把工作交接完就可以走了。好的，叶总，您父亲对我有知遇之恩，这份恩情我一直铭记在心。但是现在公司快撑不下去了，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得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啊。你别跟我提我父亲，叶氏集团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亏欠过员工的1分钱工资，但是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，就算你们今天所有人都离开公司，以后也只会越来越好。啊，叶总，你说什么？叶总，你已经找到拯救公司的办法了？对，我爸已经把破局之法告诉我，所以接下来我会带领大家完成对赌协议。太好了，叶总，我不辞职了。我也不辞职了。叶总，您早说公司有救了，我绝不会离职。公司不需要你们这种见风使舵、两面三刀的人。通知下去，今天离职的3名高管，以后公司绝不录用。是。通知各部门，会议室开会。好，走了。我老婆不太喜欢刺眼的光，全部换成柔和的。然后这个桌子和桌子之间隔太密了，到时候嘉宾全要站在前面，还有这底下全部铺满百合。全都记上，全都记上。菜品我老婆喜欢吃咸的，然后辣椒都不要。都记上了吧？私下我们会沟通的。肖经理昨晚车祸去世，我感到非常心痛。敌在暗，我们在明，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。但各位，请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们目前掌握的是全球最先进的提炼技术。各位请看，关于抗的新型提纯技术，我们从以下4个观点进行辩论。第一个呢，是我们的背景。一旦上市，我们的公司就会面临着巨大的收益，能够带领我们完成对赌协议。什么？你说叶南希拿到了他爸的核心技术？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现在正在给高管们开会呢。难道他爸去世之前给他留了一手？
老业主这个人十分谨慎，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老婆，今天工作怎么样？一切顺利，我已经按照你给的计划做好了接下来的部署。那我也汇报一下我今天的工作。今天我去酒店了，把我们的婚礼流程细节都走了一遍。辛苦你啦！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工作太忙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兼顾到我们婚礼的事情。我一想到我们马上就要把我们的身份向全世界公开，我就觉得一点不辛苦。走吧。老婆，秦远山在哪儿？哪儿啊？他在盯着我们。你是怎么认出他的车的？我派人调查他，发现他找人在暗中盯着你，所以我找人盯着他。你为什么要查他？傻瓜，他可能随时会对你动手，而且你爸妈的死可能和他有关系。没想到你居然考虑的这么多。其实我一直都怀疑，但是没有证据。你放心，只要是他做过的脏事，就一定会有线索。开车。看来叶南希之前是撒谎了，他和萧凌叶的关系没那么简单。估计萧凌叶会查我。我之前让你把我的资料抹干净，都处理好了吗？您放心，都处理干净了。老板，您让我查秦远山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怎么了？您看看就知道了。他的履历干净的不正常。既然我们查不到什么，那就花重金请侦探去查。我就不信他做事滴水不漏。好。老婆，你之前让我查的秦远山，我没查到什么消息。他估计早就知道有人要查他。这样吧，我们得想个办法，逼他现原形。那要不我组个局，约他出来？可以啊，秦远山正在徒步走回，我们正好让他们狗咬狗。狗咬狗好呀，我正愁不知道怎么对付这对渣男贱女。秦叔叔，我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向我提起您，说您帮了他很多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西西啊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客气啊？哎呀，带了这么多高管来，今天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呀？秦叔叔，当年我们家差点破产，多亏了您的帮助，叶氏集团才苟活到今日，所以我特意带着大家来，都敬你一杯。秦总，我敬你一杯，我先干啊，您随意。看来这丫头是打算灌醉我。秦叔叔，实不相瞒，公司现在已经有一些起色。什么起色呀？秦总来，我也敬您一杯，感谢您对叶氏集团的帮助。来，哎，西西啊，你刚刚说的这个起色是什么呀？秦总真是豪爽，那我也就干了。秦叔叔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继续喝。秦总，你不能喝了。秦叔叔看样子是喝大了，要不您先送他回房间休息吧，我让客户经理去开房。好，秦总。走了走了。小姐姐，这是给你的房卡，你可以去休息一下。秦叔叔的话呢，我会喊一个服务员过来照顾他。啊，那麻烦叶总了。不用客气。你给的酒可是真烈啊，几杯就把他喝倒了。那可不是烈酒，我不过是在酒里加了一些让秦远山致命的东西。
难怪我们没事。秦远山找我干什么？难道是看上我了？顾子怀现在已经不喜欢我，要不是我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，他早就把我甩了。不行，我得给自己找条后路。秦总，您睡着了吗？你是？秦总，早就听顾子怀老提起您，他说您是融通资本的大老板，整个江城叫得上名字的企业都有您的财产。看来这个女人是顾子怀孝敬给我的。小美人儿，你说话真好听，今晚好好伺候好我，以后我少不了你好处。这沈月柔可是一点都没反抗啊，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我还以为她和顾子怀感情有多好呢，原来都是假的。行了行了，别看了，再看长真眼了。像她这种女人，只要是个有钱有势的，她都会贴上去。你说顾子怀要是看到这些会怎么样啊？沈月柔，你回来了。沈月柔，妈的，沈月柔，你死定了！这老东西竟然身价这么高，要是我能嫁给他，以后我在江城就能横着走了。顾子怀去抓奸了，他被戴那么大顶绿帽子，肯定气炸了。可惜啊，那个奸夫是秦远山，他只能无能狂怒了。你可不要小瞧一个被戴绿帽子的男人。谁啊？子怀，你怎么来了？贱人，给我戴绿帽子，老子杀了你！不是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强迫的我，不是我主动的。你给我滚下来！老子杀了这个奸夫！妈的！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小子要干什么？秦总，月柔是我老婆，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，你怎么能强迫她呀？你他妈的谁强迫她？不信你问她自己。老公，真的不是我主动的，是他强迫的我。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会给你戴绿帽子啊？畜生，你给老子死了！滚！姓顾的，你完了！沈月柔，你真的让我感到恶心。老公，不是我主动的，你信我好不好？这么晚了，你不是应该在家里？难道秦远山从家里把你抓回来酒店吗？是秦远山给我发消息让我来酒店，我怕得罪他，所以我才过来。贱人！秦远山给你发消息，你怎么不跟我说？你就是想来酒店跟他睡，抱他大腿。不是这样的，老公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呢？我为什么不信？因为我看了你们两个上床的全过程，你他妈一脸享受，他根本就没有强迫你。我真的是瞎了眼，才会抛弃叶南希看上你。如果是叶南希跟我在一起，他绝对不可能给我戴绿帽子，跟你这种贱人根本就不一样。顾子怀，我知道你现在很嫌弃我，但是不管你怎么嫌弃我，叶南希都不可能回到你身边了。他现在有萧灵叶，他是绝对不可能看上你。叶南希不要我，老子也不要你。明天你去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，然后我们离婚。你要跟我离婚？好啊，把你的家产分我一半，否则我不离。妈的，你他妈讹我，老子弄死你！你弄死我，你也活不了。
杀人可是犯法的！顾子怀，你为了我伤了秦远山，他是绝对不可能放过你的。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吧。我打秦远山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身为男人最后一点的尊严。他可以把我当狗，但是不可以这样给我戴绿帽子。爸，逆子，你打了秦远山！爸，你问都不问就打我，不就是为了沈月柔那个贱人吗？秦远山喜欢那个贱人，咱就送给他就好了。沈月柔是个贱人，但她也是我老婆。什么老婆？你们结婚了吗？如果不是她怀了你的孩子，我都不会让她进顾家这个门。我们领了结婚证，她就是我老婆。如果没有这层关系，我当然可以把她送给秦远山了。你这个逆子呀，领了结婚证都不告诉我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我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，叶南希对我那么好，我竟然被沈月柔这个贱人迷得神魂颠倒。我听说叶南希已经解决了他公司的大麻烦，马上就要跟萧林叶结婚了。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错过了这么好的女人。爸，我今晚刚被绿，我已经很难过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扎我心了？还有脸说这个？明天马上跟秦总道歉，否则他撤资了，我们顾家就完了。他睡了我老婆，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跟他道歉。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顾家破产吗？就算他不撤资，我们顾家也会破产。秦远山的钱不干净，他潇洒不了多久了。老婆，秦远山被顾子怀打成脑震荡住院了。顾子怀居然敢下这么重的手！秦远山可是他现在的金主啊！男人基本上戴了绿帽子之后都会失去理智的。那秦远山应该不会吞下这口气吧？真聪明。秦远山撤资，顾氏集团撑不了多久。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，等顾氏集团破产，我可要好好的去庆祝一下。老婆，顾子怀只是在感情上背叛你，没往你家送粉吧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这么狠呢？一般只是遭遇背叛的话，也不至于这么狠吧？他可不是一般的渣，他做的事，一般的正常人不做。好，等顾氏集团破产，我陪你一起庆祝。好。秦总，哎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秦总，我这儿子呀，年轻气盛，不懂事，您呀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我把你打成脑震荡，你不跟我计较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你打我，我绝对不躲。我对你不感兴趣。总之，我已经撤资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给你们顾家投一分钱。这，那个秦总，昨晚的事儿，我老公误会我们了。是啊，他平时不是这么莽撞的人。他妈的，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自己跑到我床上来，转头又把我给揍了，把我当猴耍呢？我是收到您的消息才……我什么时候给你发消息了？哼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两口子联手想讹我呀？不是。那如果我们想讹你，我老公他也不会动手打您啊。对呀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不管有什么误会，总之顾子怀确实是打了我。你们顾家就等着破产吧。秦总，爸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个贱人，都怪你，不仅没有帮到我们顾家，还害我们丢了投资。马上让我儿子跟你离婚。爸，顾家嫌弃我，我还嫌弃你们呢。马上顾家就要破产了，到时候顾子怀就是废物一个。我在大街上随便找个男人，都比顾子怀强。儿子，哎呀，儿子你别喝了，家里进贼了。妈，你别着急，什么东西丢了？妈，你别着急，什么东西丢了？我的珠宝首饰全都不见了，尤其是你奶奶给我的那个翡翠手镯，那可是顾家的传家宝，价值上亿呢。妈，
那些全部都丢了吗？哎呀，那我还能跟你开玩笑吗？咱们家真的是进贼了！你赶紧的给你爸打电话，让他快点回来。跟我爸打电话有什么用？他就跪舔秦远山了，现在应该报警。报警？这报警会不会传出去啊？这咱们家还拖了员工半年工资呢。不报警怎么抓小偷啊？妈，那可是上亿的珠宝，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，不把这些东西找回来，我们以后喝西北风吗？儿子，你说咱们家一直都有保姆在，这进了贼，保姆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啊？妈，你是怀疑是保姆偷的？哎呀，不是，张嫂在咱们家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会是她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怀疑是沈月柔，这个家里除了她还能有其他的谁？沈月柔这个贱人，不仅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敢偷我们家的传家宝，我看她是活腻了。哎呀，我就只是猜测，但是要等她回来，咱们问问。你去把她找回来，好好的问。如果真的是她拿的，必须得让她交出来，否则这钱掌握在她手里，咱们就被她拿捏了。我现在就去找她。没想到我又穿上了婚纱，只是这一次我的心情截然不同。叶小姐，你穿这件婚纱好美啊，您的眼光真不错。谢谢，我也觉得我现在的眼光很好。要是您先生看到，肯定会被您迷晕的。刚刚他夸我，说我眼光很好。是挑婚纱的眼光好，还是挑老公的眼光好？老公好不好呢？得结婚之后才知道。西西，虽然天上的星星月亮我给你摘不下来，但是我能保证，婚后永不负你。夏林叶，我不会把我的人生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不管你负不负我，我都会一步一个脚印，走稳我的每一步。我知道你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，所以我更不会放手。我要跟你在一起，让1加1大于2。老婆，你好美。你也不赖啊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这么多首饰，应该能值不少钱。有了这笔钱，我下半辈子还能过得轻松些。唉，顾子怀，你1分钱都不给我，就想把我踹掉，连打胎钱都不给，你太欺负人了。不过我沈月柔可不是软柿子，那这些首饰就当你们顾家给我的精神损失费了。哼。进来吧。你好，沈小姐，我是珠宝回收的。这些首饰呢，我都要买，你们呢，估个价吧。这镯子不错吧？这是我婆婆送给我的。这个镯子你想卖多少？50万。这傻女人看来不懂过，今天要发财了。这个镯子虽然看上去特别绿，但是它的种水不是特别的好。我可以给你50万，但是你得把桌上这些首饰一起打包全部给我。什么？这么多首饰，一共50万？你们骗人的吧？钻石不值钱的，黄金虽然特别贵，但是你这首饰来路不明，你想要卖给其他人，别人不一定肯收呢。行吧，50万就50万，不过你现在就得把钱传给我啊！你这是怀孕了呀？医生，你没看错吗？孕酮这么高，肯定是怀了。我给你们开张单子，
你带你老婆去做个彩超。老婆，没想到你真的怀了。你不开心啊？我当爸爸了，我怎么会不开心呢？虽然我以前不喜欢小孩，但是和你结婚之后，我非常期待我们的宝宝降生。他好像真的很开心，可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。老婆，我们回家吧。医生，我要打胎。你结婚了吗？不过马上离婚了。流产手术需要你老公签字。这非得他签字吗？对，必须他同意，我才能给你安排手术。妈的，沈月柔这个贱人跑哪去了？沈月柔，你他妈死哪去了？顾子怀，你不是想跟我离婚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把孩子给打掉。沈月柔，你他妈去打胎去了？对，不过人流手术得需要你签字，你来趟医院吧。妈的！这里，签字吧。你签了字，今天就可以做手术。沈月柔，你是不是把我妈的珠宝给偷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怎么可能偷你妈的珠宝？我们家监控一直好好的，就是珠宝被偷那天坏了，不是你做的，还能是谁做的？我连你妈的珠宝放在哪我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会是我偷的？你还在撒谎啊！我们家保姆看见了，你偷偷溜进我妈房间，你怎么这么下贱呢？我怎么会看上你这样的小偷？当初是你说你喜欢我的，也是你非要让我当小三，是你主动提出来给我领证的。下贱的人是你才对。当初要不是你他妈的勾引我，我怎么可能娶你？赶紧把珠宝还我，否则我弄死你！顾子怀，这里可是医院，不是你胡来的地方。再说了，你妈的珠宝是我拿的，又能怎么样？我拿自家的东西怎么能叫偷？咱们两个还没离婚呢，警方也管不着。贱人！我杀了你！哎呀，太好了！虽然不是一胎五宝啊，但这一胎来得这么快，那五宝还远吗？妈，你别，人家想生几个生几个，你这给西西上压力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就随便说说嘛。老婆，别听我妈瞎说，我不会让你生一胎五宝。我有点困了，我先回房间了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你不是等会儿还要去公司吗？你去忙你的吧。我就是怀孕了，又不是生病了。但是，我看你不太开心。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，我还没有适应新身份呢。好了，老婆，别担心，一切都有我。这样，我今天不去工作，我在家陪你。你确定啊？工作哪有你和宝宝重要？一切好像也没想象那么糟糕。如果有个孩子，也不一定是坏事。你快说，你把我妈珠宝藏哪儿了？特别是那个翡翠手镯。我卖了。你卖了？你妈的珠宝我卖了，不然我哪有钱打胎啊？你卖了多少？你卖了多少？50万。50万？我家翡翠手镯你卖50万？不是翡翠手镯卖了50万，是什么？那个镯子是我家传家宝，价值上亿。是你妈所有的珠宝加上那个翡翠手镯，一共卖了50万。别人说那个镯子不值钱啊！让你卖！
让你妈！让你妈！让你妈！喂，西西，你能不能救救我儿子？他被警方抓走了。你是？我是子怀的妈妈呀。不是，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等等，你说顾子怀被警方抓走了？啊，对，他被警方抓走了。他就是在医院里把那个沈月柔打流产了，所以就被警方抓走了。但是你说他俩婚都没离，这顶多就算个家务事，这警方怎么能把他抓走呢？对啊，这就是家务事，是你们顾家的家务事。你打电话找我干什么呀？你，哎呀，我这不是走投无路吗？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总不能看着他去坐牢吧？那简单啊，那你就去警察局。你说人是你打的，你替你儿子去坐牢呗。你的意思，你就是不愿意帮忙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就希望你儿子死。哦不，我希望你们全家都死。切，哎，大仇得报，真爽呀！你们怎么来了？叶总，听说您怀孕了，恭喜啊！肖总说您怀孕了，以后公司的事让我们找他，就别烦您了。小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抢走我的公司？看看，老婆，咱们都结婚快半年了，也该有个孩子了吧？你把这个签了吧。你想让我把叶氏集团转让给你啊？哎呀，老婆，女人在家就是应该相夫教子，到时候等我赚了钱，不都是给你和孩子花的吗？夏林叶，你觉得我怀孕了，我应该在家里面养胎生孩子，你就想抢走我的公司？老婆，你先别激动，你看一下合同的内容。你要把你萧氏集团30%的股份转让给我，为什么呀？老婆，你怀孕了，我不想你太操劳，所以我想尽我所能帮你分担工作上的事情，但是我又觉得你可能会觉得我有所图，我就把股份转给你了，这样是不是可以信任我一点？你这是倒贴替我上班啊？我只是想让你安安稳稳的待在我身边，你之后要是继续想去公司上班，我无条件支持你。夏林叶，你跟别的男人好像挺不一样。我知道顾子怀之前图你的财，我不一样，我只图你的人。叶总，其实啊，现在很多夫妻都像您和肖总这样，股权置换，这样呢，利益深度捆绑，想分都分不开。而且跟萧氏集团捆绑后，以后别人就不敢轻易欺负我们了。叶总，为了公司，您就答应萧总提议吧。你现在还可以反悔？我可不反悔，我要跟你捆绑一辈子。好吧，那我答应你了。萧氏集团和叶氏集团，他们进行了股权置换。秦总，咱们和叶氏集团的对赌协议可能要输了。妈的，我怀疑我被他们做局了。张扬已经拿到了秦雨山雇凶杀你父母的证据，等证据一到，我就送他进局子。我父母当年把他当作恩人，没有想到，居然想要的是我爸妈的命。杀人偿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老板，这里面是秦远山雇凶杀人的证据，还有他通过不法手段敛财的证据。我不仅要把他绳之以法，也要让他把不义之财给全吐出来。他现在人还在医院吗？会不会逃走啊？放心，现在就去报警，把他给抓起来。我给您订了今晚的机票，专车已经在医院外面等着了，我们可以出国避避风头。等，
你干什么？秦远山，你涉嫌买凶杀人，你被捕了。我没有杀人，我没罪，不能抓我！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我是来告诉你，顾氏集团破产了。我已经猜到了。那你是不是也猜到你爸跳楼了？什么？我爸死了？对，顾氏集团破产，拖欠员工工资、供应商尾款以及银行贷款，这些数字加在一起，是你们这一辈子都填补不上的窟窿。你此刻应该庆幸，你在这个监狱里，否则你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公司破产了，我爸死了。还有，你妈疯了，现在在精神病院。叶南希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此时此刻生不如死的样子，让我相信了正义虽迟但到。叶南希，我是跑你家祖坟了吗？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？顾子怀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现在所有的恶果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就算没有我，你们顾家一样会破产，你一样会被那些烂桃花缠身。所以你现在的样子，都是你应得的下场。顾氏集团破产，董事长跳楼自杀，顾子怀去坐牢了。沈月柔，你可以出院了。回家，回哪个家？哪儿都不是我的家。老婆，要不咱今天就先别结了。你现在吐这么厉害，我很担心你。没事，医生说了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这婚都必须得结了。婚礼是可以改期的，等你早孕反应之后，我们再办，好不好？可是等我早孕反应结束了，我的肚子也就大了。哎呀，我不要大着肚子结婚。好，结，我听你的。要不听宝宝的？宝宝，妈妈今天有点憔悴，要不我们婚礼改期？不行，今天必须得结，必须得结。结，今天天塌下来我们都结。真好，郎才女貌了。新郎新娘真有夫妻相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是啊，萧家二少爷之前口碑可差了，自从跟叶家千金在一起啊，形象顿时就扭转了。这说明叶家千金岳父有数啊！什么岳父有数？我看这是萧家二少爷遇到了对的人，长出了恋爱脑。萧林叶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叶南希小姐作为你的妻子？往后余生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富裕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你都愿意爱她，珍惜她，对她忠诚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叶南希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萧林叶先生作为你的丈夫？往后余生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富裕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你都愿意爱她，珍惜她，对她忠诚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下面有请新郎新娘交换婚戒。
母子平安，母子平安，母子平安，母子不是平安。，怎么进去这么久？不会出事了吧？呸呸呸呸！少别乌鸦他妈乌鸦嘴！哎呀，哎呀，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是女孩。哎呀，护士，我老婆怎么了？在里面。哎呀，女孩好，女孩好啊，女孩贴心，女孩是妈咪的小棉袄。我也喜欢女孩，是不是啊？有你们两个我都受够了。那您刚才说母子平安，母子平安，你这就不知道了吧？话呀要反着说才比较灵。老婆，你辛苦了，是不是很痛啊？我们以后再也不生了。不是很疼。老婆，我有个礼物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这是我亲自设计、亲自打磨，包括镶嵌上去。我知道，物质在我们的爱情面前显得一切很苍白，但是，我还是希望你能感受到我的用心。老公，谢谢你这么爱我。不用谢，你值得。